小时候过年最想喝的就是旺旺，但条件不允许。直到参加工作后，才喝上人生第一罐旺旺。这几年一直做酒，各种酒都会买回来品尝。办年货的时候，发现旺旺推出了一款沙瓦鸡尾酒，这次必须得趁早尝鲜。礼盒装是6个口味，共计24包。咱也来一个尝鲜开封视频。先来一杯巧克力奶味的，巧克力增加了醇厚，牛奶增加了丝滑，喝的是香甜顺滑。再喝一下荔枝味，荔枝的清甜很巧妙地融入在酒中，3.5的酒精度刚好增加了后口的醇厚，喝的是清新淡雅。再试试椰林飘香，椰子的奶香之外还有菠萝的滋味，增加了热带水果的气息，喝的是热带风情。蜜桃味带给我们的是蜜桃如初恋般的感觉，喝的是青春记忆。莫吉托风味的青柠和薄荷的双重清新，喝的是清凉冰爽。最后是美酒风味，结合青梅浸泡工艺，喝的是浅浅的酸爽感。6种风格都是添加真实果汁，果味更加浓郁，关键是价格不到3块钱一盒。新年喝沙瓦，祝大家新的一年一定回旺。众所周知，天青色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浪漫历史。今天分享给大家一款国潮风的天青色鸡尾酒，加冰可以让香气更加清新通透。颜色是用蓝橙和绿薄荷糖浆按照5:1的比例调制，柠檬汁增加了自然的气息，气泡水增加了入口的刺痛感。最后就是酒了。作为中国香型的代表，必然要放酱香酒。这次选用这款贵州南酱酒，其一是因为这款酒很独特，名字也很有特点；其二是因为酒瓶渐变的时尚风；其三是因为南酱酒的酱香更加明显，其后口有一丝舒适的清甜感，很适合饮用。倒入30毫升左右，搅拌均匀。最后挤出点柠檬皮汁，增加层次。这款中国风的天青酱雨就调好了，酱香悠悠淡雅，柠檬和薄荷清甜爽口。有人说中国白酒不适合做调酒，我想说您可以用好酒试试，绝对好喝。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胭脂梅泡酒，兑水后总酸就符合国标了。本来想兑水稀释后再邮寄给大家的，但前期咨询了几个粉丝都表示谁家还没水呀，自己兑就行了呗。我想想也有道理，最终100位选中的朋友只有6位要兑水的。后来我又跟这6位沟通了一下，最终都要不兑水的，我也分装打包好了，预计3月1日发出。100位朋友等着接酒吧。大家知道酱香酒为什么贵吗？最近发现中国白酒在酿造上是最难的。白酒原料主要就是高粱，通过不同的酒曲和发酵环境，就能酿造出千变万化的口感。单凭这一点，想想都觉得非常厉害。那为何酱香酒最贵呢？一个最底层的原因是发酵时间长，清香酒一般1个月，浓香酒一般2个月，酱香酒则需要1年，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12987工艺。1年制作2次投料，9次蒸煮，8次发酵，7次取酒。7次取的酒，每次的风格不同，就像人生的7个阶段，而最终汇聚到一起，也就造就了酱香口感的层次丰富。这自然为它可以卖得贵又增加了原因。前几天看到一款包装风格特殊的酒，像一本书，简洁规整的设计给我一种透露着文化自信的感觉，不自觉想起书一卷酒一壶的洒脱，颇有风雅高古之士的风范。颜色微黄透亮，品尝一下口感。入口是满满的经典酱香感，产自有美酒和美誉的赤水河上游，所以更加纯柔宜人。后口还有一丝对年轻人非常友好的清甜感，传说中空杯留香，也就是纯柔酱香的典型风格特征。这瓶摘要酒的设计是一大亮点，酒桌上绝对惊艳，价格也合理。想品尝典型酱酒风格的朋友，可以试试这款摘要酒。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酒在外国人眼里多牛吗？马可波罗横跨欧亚，历经20余年，自然也饮酒无数，唯独对我们当时用各种香料和药材配制的草本酒赞不绝口。还有一个法国传教士鲁布卢奇，也是直接用我们的酒跟法国最好的葡萄酒对等评测。而我们古代的酒很多都会融入草本植物，最出名的是华佗创制的屠苏酒，还成为了家家户户大年初1饮用的习俗，既有滋补又有传说中辟邪的功效。草本入酒，在将草本自身味道融入到酒中的同时，还为酒赋予了养生的效果。在古代，除了屠苏酒这样的草本酒，还有很多种类的养生酒，一般为王公贵族饮用。而清朝烈酒逐渐流行以后，传统的养生酒就越来越少了。而到如今，依然有那么一款酒，在传承养生智慧的基础上，利用创新草本科技打造高品质的保健酒，就是我手上的这瓶劲酒。具体怎么养生，咱们喝完再说。酒体是澄澈的琥珀色，非常漂亮。入口是草本的清爽，回味有些醇和清甜，整体口感饱满顺滑。现在正值冬季，万物必藏，是饮用养生酒的最好时机，尤其是搭配牛羊肉或涮火锅的时候，既好喝又解油腻，一举两得。这瓶劲酒将多种草本精华融入到酒中，像枸杞、淮山药等，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优质草本。喝下去可以感受到草本精华让身体均匀的微微发热，特别舒服。平时适量饮用，可以在微醺中温和的养生。
我想马可波罗和鲁布卢奇如果能穿越到现在，依然会赞不绝口。最近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很火，我们都知道，喝威士忌的时候加冰是为了充分享受它的香气和味道。那喝金酒的时候加冰又会有什么变化呢？如果是小瓶直接咂，喝起来草木香气浓郁，主要集中在中口。现在记住这个味道，以方便对比。接下来加入一块圆冰，再倒入一些金酒，放置1分钟后，酒体温度降低到6度左右。喝起来原料里的草木香气转移到了中口和回味上。口感更加清爽顺滑，酒的刺激感也没有了，综合感觉的确好入口了。功劳主要来自于冰块的降度，所以很多调酒组合都是在预设有冰块溶水的情况下设计的。说到这里，曾经我也好奇过冰饮白酒会是什么体验。试过的人都知道，白酒加冰后会让酒体失衡，高级脂肪酸酯被析出，产生白色絮状物。而金酒酒体本身的光泽并不会因为加冰而发生变化，风味和观感皆为佳品。而且加冰后，金酒酒体温度和分子能量的降低，还能降低酒中药材带来的燥热，让成分被身体更好的吸收。这也符合以清去燥的养生原则。看着这颜色和感觉，真应了那句“禁酒是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”说。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不过无论什么饮用方式都得适量，切记禁酒虽好，不要贪杯。胭脂梅泡酒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先说坏消息吧，总酸和总脂2项指标不合格。不过好消息是，解决方法很简单。先说总脂，我们的检测结果是 0.18， 国标规定是大于等于 0.35， 造成低于国标最大的可能是基酒的总脂含量低。这个简单，我装100毫升原酒去检测一下就清楚了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有，兑水。因为稀释之后酒精度就会降低，露酒里的总脂限于以蒸馏酒为基酒，且酒精度大于25度时才需要检测。这次的酒精度是 25.2， 降度之后就避开了这个问题，而且总脂对口感的影响不大。再说第二个问题，总酸，我们的检测结果是 18.1， 国标规定是小于等于6。我们都知道梅子是特别酸的，如果梅子的总酸过高，那有可能就是导致总酸超标的原因了。这个也简单，检测梅子的总酸即可。我找到之前冷冻留样的梅子，打包100克一起送去检测。那怎么弥补呢？还是兑水，用1分的酒加2分的水，理论上总酸会从18降低到6左右。先品尝一下，梅子的酸爽感降低了很多。个人认为梅子酒最有意思的那股酸爽的穿透力没有了，喝起来变得很平庸。再对比一下，感觉稀释后的梅子酒像丢掉灵魂一样，这个对口感的影响就非常大了。我经常会买各种酒来借鉴学习，于是选一瓶口感酸度最大的梅子酒，也检测一下它的总酸含量，以作参考。好了，一共4份需要检测的产品，结果出来后我们再做分析。检测需要大概10来天，所以先跟大家汇报一下，也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想品尝稀释过的梅子酒呢，还是原来酸度较高的梅子酒呢？